40年来，我背着交通相机和数码相机，登上宇宙飞行器，飞越7大洲400场，从长而不齐的雪山到伊斯坦布尔的海峡，半名声里藏着飞行器的公民者和使命的驼铃者。我拍的不是风光和人文景色，我拍的是人类文明的记忆。我们东方的理想里面，应该有我们自己去走这个方向和空间，我们更需要用自己的经验去表达我们所看到的一切。我们都知道，您是中国最早把镜头对向丝绸之路这样的国家的人士。90年代的初期，也因为挂念和台越事件，我开始关注世界文化遗产和丝绸之路这两个题材。丝绸之路打开了东方和西方的文明交汇，这里的文化厚度一定是人类文明留下来的这种厚度和时间。我们都很好奇，您是怎么去选材，怎么去确定一个主题呢？那我挂历嘛，我肯定得需要一个独特、罕见的影像、独特的视角、美好的风光挂在客厅里。这一进门，这张影像能不能吸引人？能不能每家每户带来一些美好的感觉吧？慢慢的让自己的镜头越走越远。对，这么多年非常痴迷的，也非常执着的去拍摄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。我拍了很多，就跟一个厨师要做菜一样，桌面上你对着很多白菜、菠菜、是吧，猪肉，但你怎么去做一做菜，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个总体的编辑。确实出个好题材是需要时间，投入和文化是需要时间。我最近也在思考东方影像语言和西方影像语言的大家的观念上、认识程度上，它的区别。伊朗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平静，尤其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，会不会有一些拍摄障碍，甚至是拍摄危机啊？怎么跟他们当地人建立信任？很多人伊朗你要注意安全啊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下去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戴头巾，是吧？女摄影家当然把头巾扎上，非常当地的气氛。第二个，男摄影家不能喝酒。我们到伊朗当时一看，摄影我很震惊，一个一个帐篷。然后我就问导游，我说这是啥？他说这是后面一幕就像一个公园一样，伊朗这些老百姓呢，拖家带口的到这个公园来露营啊，特别安全。然后我就一看，哎呀，这每家每户，那有煮奶茶的啊，有拉饼的，对我们很热情。他说啊，欠了他，他握着我的手，秦。导游说，他说你们是秦国人，就是你们来自于就中国，他生下来的秦，就是秦国人。中国人从秦朝开始和波斯就一直是非常友好，所以他把中国人统称为秦人。然后我就一个帐篷一个帐篷的住，当时有一个小女孩睡在那，我就让她手抱几把，很匆忙。那张照片说，第一次踏上波斯，也给我留下了永恒。12年，我去了26趟伊朗，我一直想再想寻找这个影像，就寻找不出来。熟睡的波斯人，这张照片也作为我飞越丝路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照片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，提到伊朗的拍摄作品，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，比如说像维特新闻讲那种风格一样，有冲突，有硝烟。如果让您选择，您是会选择一些比较有冲突的摄影风格，还是倾向于一些平静生活？我拍不到冲突的东西，因为就没看见。从我主观的意思说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会有冲突。我们的镜头应该对准任何国家、任何民族的幸福生活，这是一个摄影家是无国界的一个责任和义务。你看看我们东方的影像，中国人喜欢美，也喜欢美丽，东方的语言和适合东方本土的记忆，更需要用自己的镜头去表达我们所看到的一切。我们东方的影像语言应该由我们自己去走的一个方向和一个空间啊，我们肯定不能完全的去追随别人的这些观点和想法，我们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东方语言
解释、来阐述、记录这个时代。您的作品经常会被用于一些外交场合啊，或者国际展览等等。您有没有收到过一些这些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它的一些反馈？这些反馈它又是怎么会反向影响您的作品？我们去伊朗就有交流，因为我专门拍了本书啊，重返波斯，就挑选精彩作品拿出来，当时很震惊，看他很激动，自己的民族、自己的这个信仰的反应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中国人眼光独到。”他说：“你的故事就真实的反映了一个老百姓的生活，我们需要这样的设计。”您觉得摄影是不是也是在记录人类文明的进步？肯定是186年由于影像发展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进步。美国登陆月球，那它靠什么证明它登陆月球？影像。那你不是通过文字要告诉你我登陆月球了，那不是。这张摄影作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里程碑。肯定的。为了记录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这些美景和文化，您精心准备了一个非常精美的飞跃丝路艺术同心的长卷。前几年，我想那就出一本书嘛，怎么出？我就突然想起我2016年去伊朗的宗教城市，我看一个东西就铺满了灰尘，结果我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个，然后就在很里面，我就让他拿出来，然后那老头就拿出来，这是很精细的古兰经啊，而且是彩色的、鎏金的400年嘛。我回来以后，我就按照这个想法把它实现了，出了这本书。您的这幅长卷，它的灵感是来自于这个古兰经。对，飞跃丝路艺术同心，这个是我的这个确实思考了很长时间。你看这是我们“一带一路”的地图，如同一个丝路，这是个视角。我们“一带一路”最远在大洋洲的斐济，这边海是已经到了俄罗斯，这边肯尼亚，这是完全是一个非常正确的“一带一路”。这是一个纯牛皮的，这也是通过这个《古兰经》这个而创作而起。你看这本书得多少钱？54笔。里面收录了多少幅作品？收录了100幅。那你知道这个“一带一路”是100多个国家？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在我有生之年能不能把它跑完。我是泰国。这个墙是我挑出这20多年航拍的一些工作状态，整理了130多个字，航拍故事。这是2017年5月航拍世界文化遗产耶路撒冷城，这是飞行耶路撒冷城和以色列的驾驶员绑在飞机上，这是热气球，翻着江里的车。这是交警在对岸拍，把车6天以后才从水里捞出来找到。就每一张照片后面都是对这样是航拍工业干了很多事，是吧？这是安纳普尔拉的飓风，这个是腰围飞的。2011年就是空中换胶卷换大炮。2022年以前，我基本上飞行器在飞，直升机可能是其中一种，但其中热气球动力伞三角翼各种直升机，单翼的、双翼的航拍，作为影像的一个方式、一个角度、一个视角、一种风格、一种艺术，一定是有它的可取之处、唯一之处。需要问我多少位？我的航拍上面还有不同之处。基本用胶片在你按压换成存储是需要时间，存储的过程中飞机在运动，需要胶片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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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的不一样，1万分之一秒，1000分之一秒，咔嚓咔嚓你很快。那为什么你没有速度，你拍东西都是虚的？你存储的话慢了，是数码的存储解决不了空中航拍问题，特别是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中。用飞行器在航拍，
首先是必须做好功课。我要拍的雪山在这儿，那我就要计算，我从溧阳起飞到拉萨，兰加巴瓦在我左边还有一个。速度非常快，如果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可能真的是你不可能左右你民航机你在上面来回跑嘛，那不可能给你跑。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其实功课、线路、天气，这个时候水山有雪，横断山脉平均有几千座5500以上的山峰。如果在冬天和春天基本有雪，夏天都快黄的稀巴烂，这没东西。但你有雪，你才好看。干净，用飞行器航拍，功课是要做足的，线路上、气候上、时间上，都是想好再飞。成功一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没错。就是在航拍的过程当中，飞机的高度、速度和舱门的这个开合的状态，会不会影响构图？这个构图决策是怎么样？你像啊，我去之前我就全部定风力、天气，这都是有预测。开门不开门也定过。这个地方风的流量是可以看的，我们就把门打开。之前就是把门打开是固定锁住的，单翼直升机、小型直升机，直接把门拆了就没门。那你想，那门如果在空中那么动的话，那飞机早下去了。那这个压力怎么保持？它那个就平衡你是不是？那是懂的，所以是基础。我很少用135在航拍，一般都中画幅、哈数、大画幅、612，连航53个，后面我就改用7式，House 1是可以换后背的，但它的头呢是换了螺纹车头，就不如联航虎头4个角，有点暗2个角，因为你要加中后镜的话，你的速度就慢。那你为了保证有500分之1秒，为什么那个直升机和单翼的飞机的速度每小时是300？之前要设计的这么严丝合缝，那肯定一定，就你要算好，我的飞行速度是多少？2008年，航拍昆仑山，我们从四泉河往哈斯飞8型直升机，飞到30里营地，突然空中大雾大雪。我们的直升机在海拔5500的高度的飞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导航员过来跟我说：“王总，不要拍了，我们的飞机快创山了。”我当时哈哈一笑：“放心吧，死不了，我还继续在拍。”我就是一个信念，如果要算，也是归属，对不对？有的东西想好才上，上去了就是一个不是，就想把照片看好。那个摄影还是美好风光很漂亮，但是里面也是有很多惊心动魄、神秘和鲜艳的。未来飞还是不飞？不必飞，有什么出现情况？必须要飞呀！我想以前疯狂，以前是比较疯狂，寻找各种机会来飞。现在没有，现在比较有平静的心态，逆随着黎明的这个来。我们更多的希望是总结，希望把自己之前航拍飞的东西，能够和影友们不同大的声音方式去分享，去推出，这可能是我一个比较感觉到这个责任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件事。我们也期待看到您更多的作品和沉淀。听说您不仅痴迷于拍摄作品，还痴迷于收藏作品，是不是？那是对，我研究器材，研究设备，注重摄影技术。我也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摄影家，技术性很强的一个摄影家。您收藏的最珍贵的作品是什么？切格瓦拉的一张原作，这个作品是这个作者拍的原作，但他是没有版号，自己签的字，一套哈苏相机是他手发出来的，是有签字的。这是我影像博物馆的一个典藏室。典藏室啊，对，可以说是比较珍贵的，的一些相机。对，这一批是徕卡系列，这一批是中画幅的系列，和一些纯金版的系列。然后这是应该是那个巨版的徕卡，肯定是见的也是非常少的。
哇，这个是明白。都是收藏级别的。对，我收藏的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基本都那个，比如这个是我航拍必备的一个相机，花椒里头的4个地方。所以我对哈苏的这个使用，这是我航拍最主要的一个武器。所以对哈苏的使用，我是必然有这个东西。每一台相机都是有生命，都是有故事。感觉您介绍起他们真的是如数家珍啊！对，我这个人啊，生活是很随意的，吃一个云吞面，吃碗河粉就一顿，是也是最相对。我的观点是，我只有一双手，我只有一个眼睛，我认为我这双手把最有相机，把最有捕捉最精彩的镜头。这个地方你看。这是我航拍的其他都4大洋都可以。上面好像东边有地名。我的记录是很详细的，排练拍的都是用无酸进行数据化处理以后，然后装入无酸胶原蛋，保存的。因为为什么无酸？你无酸，它反几天才不会掉颜色，不会变色。明白。然后通过数据处理，这拿一点通过电分。感觉这个胶片是藏着整个世界啊，去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。对了，这个7大洲4大洋，现在这里面了。大约就50万张嘛，2011年10月份。哦，是1年前的香港。你看，这方片，就是哈苏，然后我又。宽幅是6.2，70毫斯曼。我是一个用4×5在空中航拍，不能讲第一人吧，在中国比较少。哇，这是维港啊。这种保存可以让底片保存多少年？100年都可以。就不变，100年不变。我这里有30年前的底片，现在没有变色。因为我们的门师不见天日，因为这个影像，不管器材、设备、胶卷，拍完的作品，最怕的是什么？对，怕风。是不是就是碰碰？感觉这作品像一个一个宝贝。现在数码拍摄这么普及，为什么您还在坚持用胶片？作为我们这些老法师，希望手里抓住。是希望手里捏个东西，你数码是捏不住的。一停电好了没了，多大一场，这是胶片它有保存的稳定性，而且它的质感是数码很难捕捉。现在 AI 的普及可以说日新月异，非常的火。但是 AI 它可以不用到现场，就轻而易举的捕捉到生成那些以假乱真的图片。那您认为摄影师的在场是不是变得没有那么的重要？不是。这个据目前的了解，现在 AI 你就算生成你也得有个原始像的这种东西。相应的，是不是摄影作品的真实性，它就显得弥足的珍贵？那是肯定的。摄影艺术的真谛，我个人认为就是咔嚓一下。老祖宗不常说一图胜千言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在场太重要。我举个例子，可能对于歌唱家，不一定唱歌要把珠穆朗玛唱，他唱珠穆朗玛，他一定把珠穆朗玛唱，他不可能，所以还可以不在场。画画的，那我要画熊猫，我不可能要到熊猫的地方去画。他可以凭自己的灵感和想象。对，那摄影家对不起，你必须去拍摄，你必须要看到什么，所以在场这两个字，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对于摄影家这么一个题目，真实性必须在场。另外一个说法是见证，这个见证明就是我见证的事情，这都是用影像见证，所以这也是其他艺术的内容无可置疑。改变始于看见。我是王琛，我在场。